嘿嘿，两个亚洲球员在同一个夜晚，两个正在 NBA 争取不同位置的亚洲球员，同时在国家队打出很高效的表现。杨汉森拿到15+9，八村垒拿到29分，这到底能不能说明他们新赛季会在 NBA 更进一步呢？这个夜晚对于亚洲 NBA 球迷来说真的非常有意思，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段，两名都在 NBA 效力的亚洲球员在国家队同时打出了非常抢眼的表现。一个是中国球迷现在最关注的年轻中锋杨汉森，另外一个是已经在 NBA 打了许多年的日本锋线八村垒。杨汉森面对卡塔尔只打了大约20分钟就拿到15分9个篮板，而八村垒面对沙特更夸张，13次出手命中11个球，3分球4投3中，轰下29分。日本队最终106-78大胜。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聊两场世预赛，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亚洲国家队比赛，杨汉森和八村垒看起来都这么舒服？这种表现到底能不能带回 NBA？ 而且如果老 K 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代表了亚洲球员在进入 NBA 之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先说杨汉森，中国队这场83-57击败卡塔尔，比赛本身并没有太大悬念，但杨汉森的数据非常扎眼，大约20分钟15分9个篮板。如果只看数字，这当然不是一场什么40分20个篮板的夸张的比赛，而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效率。因为杨汉森上赛季在 NBA 场均只有 2.2 分 1.5 个篮板，所以当他回到国家队，在有限的时间马上打出15+9，这种反差一定会让许多球迷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球员在国家队和 NBA 看起来差这么多？答案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杨汉森在国家队拥有更多触球机会，他可以在低位拿球，可以参与高位的策应，也有更多机会围绕他的尺寸和技术来设计进攻。但到了 NBA 情况完全不同， NBA 场上的空间更大，速度更快，后卫针对中锋的挡拆也更加凶狠。一个年轻中锋不仅仅要会得分，你能不能跟上后卫，能不能处理换防，能不能快速做决定，能不能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依然能影响比赛，这些问题才真正决定了一个中锋能不能稳定的留在 NBA 打轮换。所以今天15分9个篮板当然值得高兴，但老 K 觉得真正值得看的不是杨汉森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统治 NBA， 而是他原本最吸引开拓者队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继续成长。还记得25年选秀吗？开拓者不是简单拿着16号签就选了杨汉森，他们先从11号顺位往下交易，最后拿到杨汉森，同时得到未来的选秀资产。这说明什么？说明开拓者当时看中的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蓝领中锋，杨汉森真正特别的地方一直都是尺寸、手感、低位的技术，再加上传球能力。24-25赛季还在 CBA， 他场均可以拿到 16.6 分 10.5 个篮板3次助攻，还有 2.6 次盖帽。所以今天的15+9其实更像是在提醒大家，那个在 CBA 可以大量处理球，可以做进攻轴心的杨汉森并没有消失，问题只是他什么时候能把这些能力真正搬到 NBA。 而就在同一个晚上，另外一个亚洲 NBA 球员已经在展示完全不同的阶段，八村垒。日本106-78击败沙特，八村垒全场29分，更夸张的是他只投了13次，13投11中，3分球4投3中，罚球4罚4中。换句话说，整场比赛几乎没有浪费进攻的机会。这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如果说杨汉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入稳定的 NBA 轮换，那么八村垒面对的问题已经完全不一样。八村早就证明自己可以在 NBA 生存，他现在真正要证明的是自己能不能继续成为一支季后赛球队非常可靠的高效率锋线。上赛季他在湖人的3分命中率高达 44.3%， 今年夏天他又从湖人转投快船，所以今天这场29分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联想，快船队新赛季到底会得到怎样的八村垒？当然我们必须先看清楚，沙特不是 NBA 球队，国家队里的八村也不会面对 NBA 级别的锋线防守，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今天13投11中就直接说下赛季的八村垒在快船队一定会场均20分，那是完全不同的比赛环境。但今天仍然有一点值得注意，八村垒越来越像一种 NBA 非常喜欢的球员，不需要大量持球也可以完成得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因为在 NBA， 如果你不是球队第一核心，你真正宝贵的地方不是能不能一场出手25次，而是当球到你手里的时候，你能不能快速做决定，空位三分能不能投进，错位能不能惩罚对手，快攻能不能完成，低位面对小个子能不能生吃掉。而八村垒今天的29分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场低浪费高效率的比赛。所以如果我们把杨汉森、八村垒两个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两个人今天都打得很好，但他们现在在 NBA 面对的题目完全不同。杨汉森需要回答的是，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 NBA 愿意给我的稳定上场时间，而八村垒他需要回答的是，我已经是 NBA 的轮换球员了，那我还能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价值。一个正在往 NBA 轮换里面挤，另一个已经站稳 NBA， 现在想把效率再推高一层。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两场比赛特别适合放在一起来看，这就是两个亚洲球员在同一个夜晚展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 NBA 成长路线。而且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亚洲的 NBA 球员回到国家队经常看起来在 NBA 更具有统治力？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突然变强了，许多时候是角色发生了变化。在 NBA 他们可能只是第4、第5甚至第8选择，但回到国家队他们往往是最重要的球员，球队会围绕他们的长处设计比赛。杨汉森可以得到更多内线的触球，八村垒可以得到许多很舒服的终结机会，还有对手的运动能力、尺寸和防守纪律也无法和 NBA 相比。所以国家队数据不能直接换算成 NBA 的数据，但国家队比赛依然有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平时在 NBA 角色限制下不容易看到的能力，比如杨汉森的传球和低位的感觉，比如八村垒在拥有更多出手机会之后到底能维持多高的效率。所以今天老 K 不会因为这两场球打得好就说他们的新赛季一定能爆发，但这两场比赛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处在值得球迷们继续观察的位置。对于杨汉森来说，真正重要的下一步不是再拿一场15分，而是等他回到 NBA 训练营，我们能不能看到他的移动、防守的判断、投篮还有策应能够继续进步。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能提升，那么国家队今天的15+9才有可能变成 NBA 的轮换时间。而对于八村垒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今天这种高效率的打法能不能延续到快船。如果他还能维持 40% 以上的三分，同时继续利用身体优势惩罚错位，那么他根本不需要拥有很高的球权，也可以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前场拼图。所以同样是在国家队爆发，杨汉森的故事是未来，八村垒的故事是成熟。对于华人球迷来说，最值得期待的其实也不是杨汉森下一场一定能拿20分，而是半年之后、一个赛季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这场15+9，会不会发现这场比赛其实是他第2年真正开始进步的其中一个小信号。那么波特兰开拓者队选中的中锋是不是真的可以兑现他的高球商、他的策应球风以及中国约基奇这个外号？另外冷知识啊，杨汉森小时候走上篮球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篮球的热爱，而是因为长得又高又胖，父母为了让他减肥才把他送去参加篮球训练。另外一个原因，小时候成绩很差，他自己说呀，虽然那时候觉得打球很枯燥，但好歹比学数学有意思一点。还有在山东淄博夏天格外炎热，只有室外水泥地球场，所以小时候的杨汉森为了逃避在暴晒下训练，使尽浑身解数，赖在车里不下车，拒绝换球衣，有时候站在场边耍赖抗议。一直到小学4年级，淄博建成了当地第2座室内篮球馆，有了空调，有了阴凉，他才真正开始接受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早年的时候，他总说自己的偶像是姚明和奥尼尔，直到青岛队的教练建议他去看看约基奇的打法，他才找到了自己的球风模板。他开始反复研究约基奇的高位发牌、基地传球和背身脚步。而被开拓者选中以后，经纪人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份约基奇亲笔签名的球衣。这小子平时看起来表情憨厚，略带腼腆，但一上了球场有点像老球皮，非常擅长用逼真的假动作、隐蔽的身体对抗，还有各种语言激怒对手。而日本球员八村垒，他的名字蕊来自棒球里的垒包的意思，因为外公是个狂热的棒球迷。八村垒儿时的偶像也是传奇棒球手铃木一郎，小时候他就是棒球队的王牌投手兼捕手，但因为投球球速太快，击球的力量太猛，跟他同年龄的队友根本接不住他的球。后来他在升入高中后才放弃了棒球。
那时候篮球教练坂本耕司看中了他的身体天赋，为了劝他练篮球，每天指着他反复洗脑，你是个天才，你以后一定会进 NBA。 八村垒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候说呀，我当时太小了，太天真了，居然真的信了他的鬼话。2019年选秀大会，八村垒第9顺位被选中，他第一时间就跨洋打电话给坂本教练道谢，而他的姓氏自带8，生日又是2月8号，效力奇才又穿8号，加盟湖人选28号，这都暗合了自己的生日2月8日，同时又致敬了科比布莱恩特的8号，还有科比的女儿喜欢穿的号码2号。2016年，八村垒刚刚进入美国冈萨加大学，当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连战术指令都要靠助理教练比手画脚。当时为了迅速融入，他每天狂听 rap， 疯狂地刷有字幕的网飞美剧，还有打电子游戏，仅用了1年多时间便掌握了一口地道的美式口语。还有个小故事，在奇才队当新秀的赛季，八村垒给队友小特洛伊布朗分享了家乡富山县的特产白虾米果，队友拍了视频大赞啊，太美味了，于是发了个社交媒体，这个视频立刻在日本爆火，直接导致生产厂家的官网服务器瘫痪。这个零食在全日本线上线下迅速卖光，在二手平台上价格翻了好几倍。2014年 U17 男篮世青赛，16岁的八村垒就代表日本队出战，面对美国队独砍25分，最终以场均 22.6 分力压同届的杰森塔图姆，荣膺该届赛事的得分王。所以老 K 想问大家2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杨汉森的新赛季能不能真正进入开拓者稳定的轮换？第二，如果只看 NBA 技战力，现在的八村垒到底领先杨汉森多少？欢迎您把答案留在评论区，因为亚洲球员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在国家队赢了多少分，而是他们回到 NBA 之后究竟还能走多远。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订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